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哈？很多人进了车子之后呢，你会发现他的状态跟平时不太一样。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呢，车子这样的一个封闭的安静的空间呢，事实上呢，在精神分析学派可以把它当作好像是妈妈的子宫一样。我们回到了这个车子里面呢，我们就好像回到妈妈的子宫里，是非常的一种有安全感的，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那你在里面呢，你会觉得这个天地你就是这个天地里的王，这个天地的神，非常的安稳，非常的自在，然后你可以决定所有的事情。有许多丈夫他在回家之前呢，会在车库里停一阵子，可能待个20分钟，待了20分钟之后才回家。那为什么这20分钟对他那么的重要呢？因为其实呢，对非常多人来讲，他就像一个妈妈的子宫，他在里面可以得到真正的放松跟休息。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喜乐，很高兴又跟各位见面咯。这一次呢，我们喜乐来开杠所要讲的主题呢是路怒症。好，路怒症的话呢，在精神科或者是心理学科来讲呢，它并不是一个成立的一个精神的疾病它只是一种呢在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不知道各位朋友呢有没有经验过你的亲友，当他们呢一进到车子里面抓了方向盘之后，你会发现呢，平时文质彬彬、温柔体贴的人呢，整个人呢都换了一个人。开车的时候边骂边开甚至呢有时候还会拍方向盘，然后觉得不爽，情绪的起伏之大，甚至有一点点夸张了。就是你平时看不出这个人是这样，平时文质彬彬讲话也很有礼貌可是呢，一上了车，握了方向盘，整个人就完全变一个人就非常的易怒暴躁了，有时候甚至会出现暴力倾向这个症状呢，其实呢，好像蛮多人都会发生，而且呢，会一改我们对这个人的印象他在车子里面的状态怎么会跟他平时的状态差这么多？所以呢，就有人呢提出了这个路怒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这里呢喜乐要提供呢我认为的原因也纯属参考不过呢，喜乐的观点呢是来自于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说法我认为呢这个说法是比较说得通的我们就来姑且来听听看第一个呢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很多人进了车子之后呢，你会发现他的状态跟平时不太一样。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呢，车子这样的一个封闭的安静的空间呢，事实上呢在精神分析学派可以把它当作好像是妈妈的子宫一样。我们回到了这个车子里面呢，我们就好像回到妈妈的子宫里，是非常的一种有安全感的，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那你在里面呢，你会觉得这个天地你就是这个天地的王，这个天地的神，非常的安稳，非常的自在，然后你可以决定所有的事情。有许多丈夫他在回家之前呢，会在车库里停一阵子，可能待个20分钟，待了20分钟之后才回家。那为什么这20分钟对他那么的重要呢？因为其实呢，对非常多人来讲，他就像一个妈妈的子宫，他在里面可以得到真正的放松跟休息。你说回到家难道不够放松不够休息吗？当然不是，因为回到家要面对自己的太太太太对自己有一些期许我想要满足我的太太，我要满足我的小孩，我想要扮演一个丈夫的角色或者是爸爸的角色，那都是有压力的。说难听一点，对很多的男性呢，他在车子里面呢，他才是真正能够休息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种替代性的子宫，让我们能够回到一个呢非常舒适的，然后有一种掌控感的，然后呢放松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在握着方向盘，然后呢踩着油门和刹车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操控感。这种操控感呢，会让我们呢进入一种暗示就是说这个车呢是为我所控制的，我是这个车子的主人，我可以要它往东就往东，要它往西就往西，要快就快，要慢就慢，一切随心所欲。所以呢，这两种东西一叠上来呢，就会很容易呢，让我们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一个全能自恋的状态。那什么是全能自恋呢？全能自恋这个名词呢，在精神分析学派呢，是在形容呢，在我们在幼儿时期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自我的感受还没有发展出来之前的一个状态。小孩子刚生出来，他会觉得呢，这个世界跟他是完全是合一的，他是没有一个分隔的感觉。然后呢，他会认为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神，这个世界都以他为中心做运转。他饿了肚子就要哭，哭呢自然呢妈妈的奶水就送上来了，所以一切都是来服务他的。
这种感觉呢叫做全能自恋，他会觉得全世界都为我所用，为我所控制一直到呢也许呢妈妈有时候呢来不及喂他的时候呢，过了一段时间妈妈还是没有理会他或来不及理会他，他就会有一种受挫的感觉，然后呢他才发现到原来世界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的受控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所谓的自恋崩溃就是原来的这个自恋状态被打破了，然后呢他会非常歇斯底里，他会开始暴怒。尤其你看1、2岁或3岁的小孩你会发现只要有事情稍微不顺他的意，他想要做那个，然后你不让他做，或者是这件事情没有照他的想法动作的时候，他就会爆哭然后呢就在地上打滚甚至有时候会打爸爸打妈妈，他一种攻击的倾向都跑出来所以呢进到车子里面，进到这个类似子宫又有一种操控感的这个方向盘跟油门的这个状态里面的时候呢，它会呢有一点点呢进到这样的全能自恋的状态这个在情绪层面上来讲呢，我们称之为是一个退化的状态。为什么？我们就退回了2岁3岁的小孩子那种以世界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会很容易暴怒，我们的这个理性控制的能力呢是衰退的，它是会隐退一部分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奇怪平时呢先生讲话呢是客客气气的很体贴的一个人，上了车以后就非常的霸道，然后你跟他说什么他就会容易生气，就叫你不要管他，因为他就是这个车子里面的王，他是这里车子里面的上帝，怎么可以让人指指点点？他一定会是非常的不爽，情绪会非常的大的。在这个路怒症的症状里面呢，更有一个东西是相应的，在车上常常会有一些车与车之间的是不合自己意识的地方。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别人特别的不顺眼，尤其是说譬如说我们2个车子有人超你的车啦，或者是有些人呢开车的方式呢比较不文明他会过来会逼车啦，或者是这个车呢开得很慢，可是又站在路中的重要的地方让你没办法超过他，就一把火嘛，就会开始骂东骂西，这怎么开车的，怎么那么烂这个懂不懂开车这个三宝这个就是开始一连串的，甚至有些人就开始骂三字经，或者甚至拍方向盘，因为呢这个打破了他一个全能自恋的感受，一切都在掌控中的感受，他会发现他失控了。那这个失控的状态呢，其实呢会激发大脑里面的这个杏仁核杏仁核呢掌管的一个呢战逃反应的一个中枢什么是战逃反应呢？就是当你感觉这个外界有威胁的时候呢，你会有2种反应，不是战就是逃，就是你去 fighting 保护自己，不然就是逃走。可是开车的时候你没办法逃走，所以呢你的反应只能剩下一种，就是战，你就会开始呢表现出攻击性，表现出敌意，然后呢你就会开始骂脏话啦骂那个人是白痴骂那个开车是怎么开的然后你会恶意的解释呢对方开车的理由。我们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而且这个天地在下意识的这个受到的暗示是我是这个天地的主宰，居然有人敢冒犯我，居然有人敢打破这个状态，当然呢我会非常的那个情绪上就会上来在我们的脑科学的讲法就是呢，你的前额叶呢功能呢有点下降，然后呢你的边缘系统就是所谓杏仁核海马回这些掌管情绪、恐惧还有这个愤怒的这个中枢呢是活跃起来的，也就是你的情绪呢是比较没办法受到呢前额叶这种理性思考的一个压制的。处在一个全能自恋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前额叶的能力呢是会下降，比较没办法理性思考，变成一个情绪脑的状态这是我呢猜测呢这个路怒症的一个主要的缘由基本上呢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个路怒症呢？因为呢路怒症如果呢非常的强烈的时候呢，其实呢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的有时候不只是影响自己安全，也影响别人安全。譬如说呢这个人超你的车你就不爽，然后你就开始超他的车，他也路怒症了，然后呢就互超车，开始呢把我们的一般的公路呢当作赛车道呢在那边追逐那对于他人来讲呢都是非常的具危险性的甚至呢也有可能发生打架的事情你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个社会案件都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抚我们的心呢，让我们呢路怒症是减少。第一个呢我想提出来的这个角度呢应该是其他的人没有讲过的这个角度就是
我们要在进入车子之前呢，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呢并不是进到一个小天地、一个子宫、一个安全的我是主宰的一个领域里面。因为很多人呢一进车子，他会觉得我是这个车子的主宰，我是里面的神，我是王。所以呢，其实呢，为什么很多男生啊非常喜欢开车啊？开车是一种休息，是一种享受。原因是就在这里，因为呢，这是一个替代性的子宫，它在里面呢是会有一种自我感，一种自我膨胀的感受，这个感受是很爽。但是呢，如果我们想要避开怒路症的这个状态的话呢，我们呢是要对这个东西呢要有所警醒跟觉察的。我们要知道，这只是一种情绪，它不是真的。我们呢只是开车的这个人啊，这台车呢也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也不是宇宙的主宰。我们呢跟其他的车是一样的，是平等的。我们要意识到其他的车、其他的人还有其他的事物的存在，我们并不是独一无二，我们是跟其他人共同存在而且平等。至少在进去的时候呢，我们要有这个概念，有这个自我的觉察跟提醒，这样子呢会比较不会进到呢所谓的这个全能自恋的状态的暗示当中。因为呢你只要进入这个状态的话呢，是非常容易呢边缘系统呢就会活跃，然后呢前额叶功能会比较低下的这个是我的观察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呢在这个进到这车子之前，我们呢可能要对自己呢做一个疏导，就是我刚刚说的，我是这个车子的主人可是我不是可以控制 everything， 我是一个人，那我跟其他的驾驶也是平等的存在可能要跟自己稍微做一点暗示，然后我跟我在的乘客也是平等的存在，不是我是驾驶我就是最大，然后别人都应该听我，并不是我开车我就是老大不是的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比较不会呢无意识的把自己做膨胀怒路症的状况也会变少。第三个部分呢其实是跟身体的状态有关的如果呢在血糖低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呢，我们的战逃反应呢是比较敏感的，比较容易被启动的。除了全能自恋的一个状态容易启动这个战逃反应之外呢，我们的身心状态呢，如果处在高压的状态，或者是处在一个疲劳的状态，我们的战逃反应是非常的敏感的，是很容易暴怒的，很容易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如果我们身体是一个属于一个不太舒服的、疲劳的或有压力的状态的时候呢，其实呢我是建议呢最好是不要开车了对自己有所觉察的话呢，这个对自己是一个安全的保障那再者我们再来看到呢，低血糖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容易怒路的，因为人在肚子饿的时候特别容易生气。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呢可以的话，你可以准备一些糖果在车上然后呢你感觉到比较肚子有点饿，或者是血糖状态比较低的时候，你可以吃一颗，这样子呢比较有利于你保持呢情绪上的平稳再来呢，如果呢我们在开车的路途上发生了跟其他车子的一些冲突或者一些矛盾的时候记得做深呼吸，做几个深呼吸，然后吸气吐气然后呢把自己的情绪做调理完了以后，再来呢去面对这个状态，而不是呢马上呢就让情绪来主导你因为你可能觉得你在车子里面拍方向盘在那边骂别人也听不到，没有关系可是正是因为你觉得你可以在你的车子里肆无忌惮，这个情绪呢就会驾驭你，会超过你的理智。当你的情绪超过你的理智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做出呢更糟糕的行为的，譬如说就是追逐譬如说呢忽然呢加速超车到前面拦人家的车啦等等的这种更 over 的超过的状态这样子的话呢就变得无法控制了，也会影响自己的安全跟别人的安全的。所以呢我是建议呢在情绪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习的做呼吸，把自己的心呢带回我们的身体上，而不是放在情绪上。因为呢当下一定是情绪升起，然后我们心就被情绪抓走了。我们做深呼吸，把注意力回到呼吸上的时候呢，就已经让自己的心呢跟这个情绪是分开的，是剥离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能拿回呢我们心的这个主控权而不被情绪所淹没怒路症的状态呢就会降低蛮多的。好。
好，今天呢喜乐就讲到这里咯。如果呢各位呢朋友呢觉得我们的内容还不错的话呢，欢迎按赞、订阅跟分享哦。如果呢想要得到新的影片通知，请按小铃铛。谢谢各位的观赏，谢谢。